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保存红薯原来这么简单呀，放半年都不烂不长芽，而且还越放越甜哦。烤红薯香甜又软糯，而且还十分有营养，是大人孩子都喜欢的美食。现在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，此时的红薯便宜又新鲜，你是不是也想囤上一些，留着冬天慢慢烤着吃呢？但好多朋友都是住进了楼房，没有农村的地窖，想囤却没有办法。今天我就分享2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第一步，挑拣一下，不管是市场买的红薯还是自己种植的红薯，都不要一股脑的全部直接储存起来。在储存红薯之前，先挑拣一下，因为红薯在收获和运输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磕碰碰，这些磕碰破皮的红薯呢是不影响当下的口感，但是保存的时候呢却不能要，因为这样的红薯易坏，而且呢会感染其他的红薯，影响红薯储存的时间，可别让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。所以一定要先把有破皮和黑点腐烂的红薯挑出来先吃。好了，优质的红薯挑拣出来之后呢，我们不急着立刻保存，还要多加一步晾晒。找一块空地，需要透光好、通风好的地方，我们将红薯有序的排列晾晒。因为新鲜的红薯表皮呢都会存在一些泥土，这时的红薯也是比较湿润的，因为这时红薯刚从土里面刨出来不久，当然分量也是很足，像在这个时候售卖呢就会多卖一些钱。但是从口感上来说，越是新鲜的红薯，它的甜度越低，口感比较寡淡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晒干其表面的水分，这样红薯不易坏，保存时间更久。另外，经过晾晒的红薯会在淀粉酶的作用下，将一部分淀粉转化成糖，所以晾晒过后的红薯口感也会更香甜。晾晒2-3天后就可以开始保存啦。准备一个纸箱，纸箱大小根据红薯的多少决定。我们往纸箱底部铺上一张毛巾，这个毛巾的作用呢是用来恒温的，这个待会儿跟大家解释。这时不急着将红薯放进去，我们先准备点材料。桌面上铺上2张纸巾，然后我们准备可食用小苏打，每张纸巾上都加一点。这时我们再用纸巾把小苏打包裹起来，这样就好啦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入纸箱的角落里边。之所以要加入小苏打，是因为小苏打是碱性的，跟红薯放在一起可以防止红薯发芽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红薯放进来啦。还有一点，保存红薯的时候，红薯上面带着的泥土一定不能用水冲洗掉，因为残留的这部分泥土呢也能充当红薯的保护层，可以起到延长红薯的保存时间的作用。我们放红薯的时候切记不要堆叠着放，因为红薯也需要呼吸，从而散发出热量和水分，如果堆叠在一起就很容易腐烂变质，而且也容易压破皮，从而影响到储存的时间。所以一层码好后，我们再将毛巾盖上来，用不穿的旧衣服也行，跟着再继续摆放红薯，最后再盖上一层纸巾或者是衣服都行，这样既可以吸收湿气，保证纸箱内湿度合适。很多人在保存红薯时都会用报纸将红薯包裹住，其实各种食物最好不要用报纸保存，因为报纸中含有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聚氯乙烯、糊状树脂等等有害物质，这些物质长期和红薯接触会进入到红薯中，如果我们吃了这种红薯会不利于我们的健康的，所以坚决不建议大家用报纸保存红薯哦。最后我们用胶带将纸箱封起来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储存即可。
随吃随取，非常方便。这样储存红薯，红薯越放越甜，吃到第二年春天都不会坏。因为纸箱和毛巾都有很好的吸潮性，能使红薯表面保持干燥，而且纸箱密封，透光性也很好。红薯想要发芽或腐坏，需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，条件达不到，自然就不会发芽腐坏啦。您不妨也试试。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第二种方法，塑料袋保存法。前面两个步骤呢是一样的，挑拣晾晒过后，我们把红薯用卫生纸像这样给它包裹一下，将红薯完整的包裹起来。这样做可以将红薯淀粉水解和呼吸产生的水汽吸附到卫生纸上，避免温度过高时凝结水滴直接沾染到红薯表皮上面，就可以直接避免红薯因水害发生腐烂的现象。这样我们的红薯呢就不怕会腐烂了。如果说您家红薯不是太多的情况下，比如仅有10几斤或者是几十斤的红薯需要储存，而且没有较长的环境和条件，这个方法就很好。然后我们将包裹好的红薯全部装进一个深色的塑料袋中，用黑色塑料袋主要作用呢就是挡住光线，让红薯完全处于黑暗中。而且用卫生纸包裹起来呢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卫生纸还有一定的保暖性。红薯被卫生纸包裹严实，可以让红薯避免遭受冷害或冻害，从而防止红薯因冷害、冻害形成冻斑被菌类感染。最后呢，我们将袋口扎紧，不要让空气流通。然后呢，将它放到阴凉、干燥、通风的地方储存即可。这种储存方法成本小，效果好，既经济实惠又简单方便使用。红薯储存半年还是新鲜如初。这时有朋友就抬杠了，方法是好，但是我有几百上千斤的红薯，这样保存可不行啊。如果您真有几百上千斤的红薯，建议您还是挖个地窖吧。以上这两个方法都比较适合家庭少量储存，想储存起来冬天慢慢烤着吃的朋友。老话常说，红薯可当半年粮，就看会藏不会藏。学会今天的储存方法，红薯一个冬天不腐烂不生芽，还越储存越甜哦。这也是我家最近几年都在用的方法，好用才分享给大家的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